氏总裁陆金恒有重度的洁癖和强迫症，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一粒灰尘都不能有。更重要的是，陆总极其厌恶被人触碰身体，所以在服务他时，一定要保持距离。好的，宋特助。恒哥哥，你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是陆伯伯让我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特助了。恒哥哥，这还是我第一次坐你的私人飞机呢，好开心啊！安静，不然你自己下去。哼，飞机起飞后，看你怎么赶我。好了，这儿没你事了，下去吧。好的，宋特助。这可是国外最新研发的好东西，恒哥哥，我今天一定要拿下。怎么这么热？你到底做了什么？恒哥哥，起开，别碰我！恒哥哥，我喜欢了你10年，你真的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干什么？恒哥哥，你放开！陆总，发生什么事儿了？Darling, I'm falling, fucked up over you. Make me, bruise me, leave me like you do. 陆金豪，你放我出去！Forget about it. Don't think you've made it under my skin. Could never get in. Forget about it. Don't talk so much. It's you. 宋特助，朱婉婉，你身为乘务员，竟然趁陆总不清醒时勾引他，你要不要脸？我跟陆总怎么会这样？我告诉你，祝婉婉，陆总他最讨厌别人触碰他，你和他发生这样的事，他醒来之后绝对饶不了你。宋特助，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跟陆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现在立刻滚出静室，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好，我现在就走。恒哥哥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触碰，如果陆家知道今天的事情，肯定会让他取这个空气。不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冯总监，我给你200万，立刻把朱婉婉所有个人资料全部销毁。我竟然会主动跟一个女人接触，不但不觉得恶心，还很沉迷。
恒哥哥，你怎么了？刚刚那个乘务员呢？什么空姐啊？刚刚一直都是我在陪着你啊。恒哥哥，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有点迷惑？难道我刚才的记忆是宋小玲那些药制作成的副作用？陆氏集团总裁陆金恒今日乘专机抵达江城，参与新城投资项目。是他。 아름답게 빛을래 Your tender lies gonna make me cry tonight 祝婉婉， Fall like a dawn when the shades are fading 刚才那个女人，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不好意思，认错人了。哦，都6年了，陆金恒还是不肯放过我。我最近得小心点，别再撞见他了。喂，妈，怎么了？婉婉，小陈突然晕倒了，现在在救护车上。小陈出事了。妈，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去。静恒，你怎么了？我刚才好像看见6年前的空姐了。恒哥哥，我说了多少次了，那个空姐根本不存在。6年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沉迷在幻梦中了？难道真的是我精神上出了问题？静恒，你梦到女人，说明该成家了。你不如听妈的话，赶紧跟雅玲把婚定了吧。对啊，恒哥哥，你就不能回过头看看身边人吗？以后再说吧。雅玲，她刚才没有直接拒绝，看来我这个儿子总算要开窍了。我等了这么久，恒哥哥终于态度松动了，我绝对不能让那个祝婉婉坏我好事。医生，小陈他怎么了？是啊，我外孙才5岁，怎么时不时就昏倒呢？小陈得了一种罕见的神经性疾病，想要彻底治愈，至少需要500万的医疗费用。500万？500万，我们就算把房子卖了，也凑不够啊。6年前，我匆忙离开金市，回到老家江城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妈妈的理解和支持下，我生下了小陈。本以为可以从此平淡过完一生，可没想到命运弄人。我的女儿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妈，放心吧，我会赚钱的。妈，我去接个电话。朱婉婉，你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今天排了你的航班吗？怎么没有看到你人啊？对不起，乘务长，我儿子突然晕倒了，我现在在医院，没来得及跟你请假。朱婉婉，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我们的工作任务在半年马虎，这种情况再有下次，就等着被辞退吧。好的，我知道了。不行，小陈病倒了，他还需要我，我不能崩溃，我一定要坚强。妈，宋小姐，祝婉婉，你竟然敢不经过允许，擅自生下了和恒哥哥的孩子！他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你以为这么说就没事了吗？恒哥哥从不让人近身接触，意外被你侵犯后，
他查了你整整6年，今天在机场见到你，他恨不得立刻杀了你。可是明明我才是受害者，那架飞机有问题。别说什么废话了，我劝你，如果不想连累家人的话，就和之前一样，连夜滚出这座城市吧。那个陆总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啊！妈，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妈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万万不怕，有什么事情妈陪你一起扛。你明天就去辞职，咱们带小陈走。妈，我去递交离职申请，你带小陈等我一会儿。快去。姥姥，我饿了。瞧我这记性，我都忘了咱小陈没有吃早餐了。小陈呀，你在这里等姥姥一会儿，我去给你买吃的。嗯。陆总，今天行动匆忙，来不及调专机，你忍耐一下。这孩子怎么感觉这么亲切？金恒，那小孩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妈，你确定吗？没错，连洁癖都一样。难道是他为我生的孩子？小朋友，这里是贵宾休息室，不可以随便进入的。对不起。等等，徐秘书，立刻安排人去找那个孩子。慢着，哎呦，拿去做个 DNA 比对，免得闹出误会。是。恒哥哥，今天这趟航班我陪你飞。陆总，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这个孩子真的是我儿子。这么说，金恒，你6年前真的和一个空姐在一起过？我就知道，那根本不是梦。许秘书，吩咐下去，全城搜寻，不惜代价找到他们母子俩。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祝婉婉那个贱人，明明让他离开江城，怎么这个小杂种还是被恒哥哥发现了？哎呀，妈，我办完离职手续了，小陈呢？婉婉啊，我刚出去给小陈买早餐了，就出去几分钟，一回头孩子不见了。没事，妈你先别着急，我去找他。妈妈，姥姥。小陈，你去哪儿了？吓死姥姥了。没事的，姥姥，我刚刚去找干净的椅子了。小陈，你以后可不许这样了，这次没事就好。你们要干什么？别动我的孩子！小陈，你们放开我外孙！朱婉婉，我们又见面。宋小姐，你为什么在这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怎么会在这里？当然是为了陆总解决麻烦呗。你和这个野种根本不配出现在他的生活。宋小姐，
我求求你了，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你放过我的外孙和女儿吧，他们是无辜的呀。宋小姐，我们已经一退再退，你到底还想要怎样？当然是让你们彻底消失。只有你们死了，陆哥哥才会属于我。啊！妈妈，姥姥，妈妈，姥姥，你们这些坏人，不许欺负我妈妈和姥姥！闭嘴！再吵，现在就把你扔出去！小陈别怕，妈妈在呢。别怕，等会儿到了公海，你们都等着喂鱼吧。各位大哥，求求你们了，放过我的外孙和女儿吧，他们还这么小，这么年轻，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大妈，要怪就怪你女儿惹了不该惹的人，下辈子记得好好教育她，认清自己的身份，别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胡说！当年那件事，我女儿明明才是受害者，你们颠倒黑白，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你们都落在老子手上了，还敢嘴硬？别打了，求你们别打了！你们说的都对，求你们别打了。陆总，有消息了，我们的人发现宋家有一架私人飞机正从南城紧急起飞，正朝着公海方向飞去。宋家？是宋亚玲？我早该知道是他，这6年来，一直是他在从中作梗。陆总，宋亚玲现在还在星级酒店，我们要不要先去找她？先去追飞机，保管他们安全最重要。另外，通知陆氏航空派机队拦截，一定要在他们抵达公海之前拦住那架飞机。是。10分钟后抵达公海，准备动手。收到。妈妈，救命！小陈害怕！放开他！有什么事冲我来！你们这帮畜生，放开我外孙！警告！你们已被陆氏航空机队包围了，立即返航，送他们安全回国。但凡他们有任何损伤，陆氏集团都会追究到底。我误会陆家了，一直恐吓我，想要害我们的根本就是宋亚玲。宋亚玲，恒哥哥，你怎么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宋氏从南城起飞的私人飞机上载的是谁？是宋氏集团的客户有急事，我就先调私人飞机送他们离开了。是吗？我查过了，宋氏集团近年来在南城根本没有任何投资项目。你是哪来的客户？宋亚玲，这6年来，我每次寻找祝婉婉，你都在一旁误导阻害我。那架飞机上载的是祝婉婉和我的孩子，对不对？恒哥哥，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警告你，现在立刻马上让飞机掉头，把人毫发无损的带回来，否则别怪我不顾及2家交情。恒哥哥，你居然为了那个女人这样凶我！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就凭6年前，我已认定我的陆太太只能是她。不可能，陆太太只能是我。陆金恒，太晚了，飞机早就抵达公海了。祝婉婉和他那个冰艳艳的儿子，早就葬身鱼腹了。住手，陆总！抱歉，我来晚了，没事吧？你这些年来一直派人调查我，难道不是为了追杀我？当然不是，我是为了……小陈，小陈，陆总，我求求你救救小陈吧，他是你的孩子。徐秘书，立刻准备专机，空降京都第1医院，联系最好的医生团队，
是，陆总。医生，小陈现在怎么样了？祝小姐不用太担心，小陈的病症虽然罕见，但针对性靶向药已经问世，只要持续治疗就能彻底痊愈。那治疗费用是？放心，小陈也是我的孩子，我会寻找全国最好的医生，负责全部的医药费，无论花多少钱，我都要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谢谢你，陆总。擅长这种病症的专家目前在国外，如果送孩子到国外治疗，疗效会更好，恢复的也更快。徐秘书，立刻安排，越快越好。是，陆总。婉婉，妈，你怎么样了？放心吧，医生说了，妈身体没有问题，只是受了些惊吓，休息调养段时间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婉婉，婉婉，医生，婉婉怎么了？祝小姐劳累过度，又长期的精神紧绷、心力交瘁，这才导致的晕倒，没什么大事。我的女儿，真的是辛苦你了。朱阿姨，这些年她过得很艰难。陆总，一个单亲妈妈，既要承受旁人的冷眼，又要独自挣钱养孩子，本来就不容易。他还一直担惊受怕，担心你追查报复他。可明明那件事啊，他才是受害者呀！对不起，朱阿姨，当年为了寻找他，是想对他负责。6年了，我看着他奔波忙碌，心里自责过无数次。是不是不应该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可我们小陈那么可爱，我又觉得我女儿的选择是对的，只是命运对她太残忍了。朱阿姨，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会尽尽所有，不再让他承受半点风霜。之前害他的人已经入狱。这件事，我会给您和婉婉一个交代的。婉婉，你怎么样了？我没事儿。我妈和小陈呢？陆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团队，送小陈去国外疗养。朱阿姨担心小陈的病情，知道你们要大爱后，就跟着一起去了。那就好，小陈的病要紧。婉婉，你醒了。妈。陆阿姨。好孩子，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啊！阿姨今天过来是想邀请你搬到陆家去住，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营养师，想要给你好好调养身体呢。不用了吧，陆阿姨，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还是不要打扰你们的日常生活了。你这孩子说什么打扰呢？我们呀，早就应该是一家人了。不是的，当年只是个意外。婉婉啊，你是不知道，我这个儿子啊，从记事起就没有跟任何人亲近的，只有你是个例外。妈，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没有。婉婉啊，金恒他挂心了你6年了，他一直是想给你和孩子负责的。婉婉，孙亚玲的父亲非常护短，我担心
之后宋家对你不利，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我也建议搬进陆家。那好吧。太好了，妈现在就回家准备去。陆太太，欢迎回家。我不是什么陆太太，叫我婉婉就可以了。婉婉啊，你是我孙儿的妈妈，当然就是陆太太了。那好吧，走，进屋。陆太太，这些都是当季最新款的时装，都是您的款式。这些都是由顶尖设计师操刀，用拍卖级无瑕真品为你定制的首饰。这些是奢牌所有限量版包包，为您配齐了颜色。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这也太破费了。不破费，你是我陆家的儿媳，当然值得最好的。把这些东西都送到金恒屋里去。这不太合适吧？金恒费心去找我和小陈，不过是出于责任。他有洁癖，不愿意跟人接触，我还是不要越界了。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另外，安排一间朝阳的卧室。是。太太，我带您去房间。去。你这个小子，都惦记着人家6年了，怎么这个时候反倒退缩了？以前的事只是意外，我想尊重他的意愿，真正接纳我。那你可要积极点儿，我还盼着婉婉改口喊我妈呢。啊，对了，那天婉婉妈妈出国走得匆忙，把这块玉坠落在医院里了，你把它拿去给婉婉。好。妈，你放心，陆家对我挺好，但是我还是不想靠他们养着，我还是想再找份工作。只是我之前在京都航空离职过，上一份工作又突然结束，这个履历恐怕很难继续当空乘了。徐秘书，我要入股京东航空。您好，请问您是哪位？婉婉，我是京都航空的乘务长，你还记得我吗？乘务长，我当然记得。京都航空最近收到了你的简历，正好我们前阵子也查清了，你当年突然离职是被人陷害，所以想邀请你重回京都航空，重回空乘职位，你愿意吗？我当然愿意，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那好，下周一过来重新办入职手续，我相信你的能力。好，我一定会准时去的。哼，恶心死了！那个朱婉婉啊，之前在飞机上搭讪乘客，才导致被开除的，现在怎么又回来？估计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搭上什么金主了吧？他不最擅长这些事情吗？你说的可真没错，我听说啊，他这6年啊，就是在给人当小三儿呢。还有这种事儿？嗯哼。你们在胡说什么？我们胡说。朱婉婉，如果你没做见不得人的事，那你简历上的私生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是，嘴巴放干净一点。哼，议论我可以，但是不能污蔑我的儿子。污蔑？你未婚生子，难道不是事实吗？自己不要脸，还想堵别人的嘴。就是，朱婉婉，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空乘，你抹黑了我们所有空乘的脸。我就要说，一个父不详的孩子就是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我说了，不许说我儿子，他有爸爸。你还敢打我？
楚婉婉，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把他按住！这款限量包就是你靠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修来的吧？你胡说！既然你不要脸，那我就给你洗洗脸。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婉，没事吧？没事。谁给你的胆子动祝婉婉？陆总，楚婉婉那品行败坏，常务长却还把她招进公司，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作风不正，品行败坏。没错，陆总，这种人留在公司影响太恶劣了，就应该把他赶出京都航空，永不录用才对。祝婉婉是我孩子的母亲，更是我求了6年才请回家的陆太太。什么？这怎么可能？我早就解释过，是你们自己不信，非要污蔑我和孩子。你们2个被开除了。陆总，滚！陆先生，我听他们说你入股了京都航空，那我收到京都航空的聘书，是不是有你的缘故？本来就是因为我才丢失这个工作，现在我做出弥补也是应该的。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对了，朱阿姨之前遗落在医院的东西，还给你。玉坠，这是我妈最喜欢的东西，幸好被你们收到了。这枚玉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我妈妈说，这个玉坠是我们家祖传的玉坠，原本有一对，她有一个，她弟弟有一个，后来因为意外，她和弟弟分开了，这枚玉坠就成了他们相认的信物。这么重要？徐秘书，立刻查这枚玉坠的主人。好的，陆总。谢谢你。你我之间不用这么客气。陆天恒，我是你宋叔，如果你不想看到我和陆氏鱼死网破的话，就带上你的相好出来跟我见一面。没事，别担心，有我在，宋国香不敢对我陆家怎么样。走。宋总，好久不见。哼，陆景恒，哑铃从小跟着你一块长大，就因为这个女人，把她给送进牢里。她是我太太，我自然一切以她为先。就是想不明白，哑铃的相貌身世，哪一点不比这个女人好？她对你那么痴心，在你身后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辜负她？我早就说过无数次，我跟宋哑铃没有半点可能。如果不是你仗着2家交情，让我父母施压，她根本不会有机会缠着我。混账！不识好歹！既然宋总没有谈话的态度，那么今天的见面可以到此为止。朱小姐，你也不想看着陆家因为你遭受资产缩水、地位一落千丈的风险和打击吧？你到底什么意思？那个孩子我可以容忍，你必须要离开他，把陆太太的位置给我腾出来。随便开个价吧，拿着这些钱离开，对你对陆家都好。哈哈哈哈哈！陆金恒，看看吧，这就是你看上的女人，随便一张支票就可以随意打发。这样的女人，你敢留她在你身边吗？陆金恒，你还是太年轻，不懂得门当户对的道理。只有我女儿哑铃这样的出身，才能在你经历风波时与你并肩而立，共同抵御危机。宋总未免也太看不起人了吧？你们宋家是试图几次三番杀害我全家的仇人，
拿你们的钱，我嫌手脏。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你是在找死！宋国祥，你少在我面前虚张声势了。你今天约我们见面，不就是因为陆氏撤资2家的合资项目，全面撤资后，大量订单流失，损失严重。陆金恒，你得意什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你铁了心的要跟我们宋家作对，最后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宋国祥，我想你误会了一些事。今天我带婉婉来，不是来跟你谈判的。什么？我原本打算给你一个向陆太太道歉的机会而已。我给她道歉？你做梦！放心，道歉的机会现在没了。哼，动了我陆家的少夫人，还想讨价还价，真当我陆氏是泥巴捏的？本来嘛，如果你识趣，愿意替宋雅玲主动赔罪道歉的话，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但现在，陆金恒，我警告你，仔细掂量陆家的资产体量，再跟我说话。我陆氏将在全行业上百个品牌中与宋氏全面竞争，我倒要看看宋氏拼死反扑到底能溅起多大水花。你确定要两败俱伤？宋总尽管押上全部身家，我陆敬恒奉陪到底。我们走。陆先生，叫我陆先生是不是过于生分了？那陆金恒连名带姓还是身份？那金恒，你说陆氏和宋氏这样对立，真的没有关系吗？你想看烟花吗？啊？为什么忽然说起烟花？徐秘书，明天之前把我们跟宋氏合作的烟花厂彻底解除。另外，把跟沙特那5亿订单的烟花给放了。今晚我要看烟花。放心，宋国祥在我手里得不到任何便宜。走，我们看烟花。3、2、1。3、2、1。哇，你看，婉婉，宋家欠你的，我一点一点帮你讨回来。这场烟花就当做是海誓山盟前的誓言。他竟然愿意为了我跟宋家大动干戈，对立到这种地步。当初我真不应该因为怯懦而放弃身边的真相，以至于被宋雅玲恐吓，白白让小陈6年没有父亲。怎么了？你不喜欢烟花吗？如果不喜欢，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现在就进屋。没有不喜欢，谢谢你。我去看一下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对不起，陆总，刚没留意到你。没事，下去吧。是。经常接触婉婉后，我重度洁癖的情况有所改善。现在不经意间被别人触碰，难受感好像也没以前那么重了。原来我的触碰会让他那么难受，也是他有严重洁癖。6年前那次亲历只是意外，现在他每次碰到我时都强忍着不适。以后我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不能再碰他了。婉婉，快点吃饭。不了，我突然有点累，先回去休息了。他怎么了？难道是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去上班，我去送你。
我叫的车已经到门口了，我自己去就好。难道他就这么不愿意跟我接触？哎，姑娘，等一下。大爷，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你能不能给我带个路啊？您就顺着这个标识，一直往前走就出去了。我人老了不中用了，眼睛有点花。刚才我在这转了2圈，可就是出不去。那我带您出去吧。陆金恒，如果不想这个空姐出事的话，现在立刻来宋氏酒店。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否则她的下场我可就不能保证了。陆总，怎么了？走，出发宋氏酒店。恒哥哥，恒哥哥，我总算又见到你了。婉婉呢？她在哪儿？那个女人在哪儿？我怎么会知道？宋夏玲，少在这给我装傻充愣！我警告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不想死，立刻给我放了她！恒哥哥，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碰我。只是没想到，你第一次碰我，竟然是想要掐死我。宋夏玲，我早就说过无数次，我们之间没有半点可能。你越是强求，事情只会越糟。如果你能看清现实，早点放手，我们两家又何必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放手？我绝不，我偏要强求。我想要的，我必须得到。事到如今，你还在执迷不悟，看来上次入狱并没有让你长教训。当然，恒哥哥，你不是满心满眼都是那个祝婉婉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不让我满意，那倒霉的就是他。立刻联系宋国祥，放了婉婉，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你笑什么？恒哥哥，你真是太天真了。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怕你吗？来啊，有本事你就掐死我！我宋雅玲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至少这样，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忘了我。宋小丽，你疯了！是啊，我是疯了。早在6年前，我爱而不得对你用尽，却被你一把锁进舱门里。我眼睁睁的看见你和他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你终于承认了，6年前果然是你搞的鬼。没错，是我。恒哥哥，这6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如果当时不是那个空姐坏事，如果当时我能够沉得住气，在你药效发挥最猛烈的时候接近你，是不是让你一直忘不掉的人就会是我？宋夏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爱你啊，恒哥哥！如果不是在意你，我身为富家千金，怎么会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得到你？不过没关系，今天我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重来？你什么意思？恒哥哥，我要提醒你一下，如果你再像这样耗时间下去，那生不如死的不会是我，而是那个祝婉婉。你们要对他做什么？做什么？你仔细想一想，一个漂亮的空姐，又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你说说，她会发生什么？你们敢？你大可以试试，你看我敢不敢？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我在哪儿？救命啊！
宋国祥是你？婉婉，我们又见面了。机场问路的那个老人，是你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绑过来。不错，朱婉婉，你看看你，如果上次识相拿了支票就离开，那我们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偏偏敬酒不吃吃罚酒，非得逼我出狠手。看看，现在不是自讨苦吃了吗？宋国祥，你这么做，陆金恒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过了今天，陆金恒根本就不会再要你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所有人都知道，陆金恒是一个有严重的洁癖的人，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近身。你不过是走了大运，刚好碰到被哑铃设计的陆金恒，这才被他看上。原来6年前那场意外是宋雅玲设计的。6年来，我一直被宋雅玲恐吓，担惊受怕，处处躲藏。我独自生下孩子，一个人支撑家庭。你竟然说是走了大运？那还不是因为你蠢？陆金恒可是早就想娶你了。你是我愚蠢。如果6年前我没有逃走，而是留在现场跟陆金恒把话说清楚，那小陈从出生起就会有父亲，后面那些事或许也都不会发生了。你说，像陆金恒这种有严重洁癖的人，如果他知道他的陆太太被别的男人碰过了，他会是什么感觉？想必那个时候，怕是看你一眼都嫌脏吧。宋国祥，你也是有女儿的人，竟然会有这么龌龊的想法。说起来，我也不忍心呢，但谁让你不识抬举，逼得我出此下策了呢？你们不要过来！你们难道不知道，之前替宋家做事的人都已经入狱了吗？你们敢动他，我要了你们的命！徐秘书，查到太太的下落了吗？陆总，太太出事的那块区域监控被人替换了，机场附近人流量大，我们要排查完所有可疑车辆，最快也需要1天的时间。黄哥哥，没有用的，等你查出来他的下落，一切都晚。不过，事情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是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有话直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敢放了朱婉婉？直接放了他，不可能。但是其他的事情倒是可以商量。只要你喝了他，我就立刻联系我爸，给你和我爸一个交涉的机会。你在酒里放了东西？没错，我说了，我想要，一定要得到。这次我不瞒你，喝不喝全看你。恒哥哥，别怪我没提醒你，距离朱婉婉从机场被带走已经很久了。立刻联系宋国祥，让他放了婉婉。这次的好东西比6年前还要烈性。恒哥哥，你今天是真的跑掉了。恒哥哥，你怎么样了？联系宋国祥。看来酒劲还没有完全发作，至死我绝不能像6年前一样，因为心急导致功亏一篑。反正房间中只有我们2个人，现在我一定得稳住他。好，
我现在就联系他。亚玲怎么了？你们最好想好后果。陆金恒是一个连飞机都能截停的人，你们就这么确定，在伤害我以后，自己就能全身而退吗？怕什么？给我上！事成之后，我立即给你们每人500万，再调专机送你们出国。这些钱够你们逍遥很久了。你们不要被他骗了。宋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宋氏最近遭受陆氏打压，刚刚损失了5个亿的项目。你以为这种情况下，宋国祥会给你们1000万？事后，陆家如果真的追究起来，你们又怎么确定宋国祥不会把你们供出来顶包？胆小鬼，不敢动手就给我滚！我来！朱婉婉，这可是你自找的。亚玲，怎么这个时候打视频？亚玲，怎么了？亚玲，亚玲，你说话呀！亚玲，宋国祥，我要见朱婉婉，否则我不保证你明天还能不能见到你女儿。好，陆金恒，你别冲动，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说。金恒，婉婉，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陆金恒，你不要动我女儿，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不动亚玲，我就不动朱婉婉。好啊，你现在就放了朱婉婉，只要她安然无恙，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爸，你别信他的，他已经中招了，他撑不了多久的。陆金恒，我给你准备的药极其烈性，是个男人就不可能抵挡得住。行啊，现在谁都不要动，你不动亚玲，我也不动朱婉婉，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但是从你失去理智开始，我这边做什么你可就管不着了。金恒，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太笨了，又一次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婉婉，你没错，是宋家太无耻了。不行，我不能被药物控制，失去理智，否则婉婉就会有危险。哥哥，你扛不住的。6年前你就没有扛住，这次你更不可能扛住。婉婉，恒哥哥，看来这药劲儿是上来了。金恒，恒哥哥，宋亚玲，我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不会越界跟你发生任何关系。既然这杯酒效力强烈，那么我就用更强烈的感觉来抑制它，让自己保持清醒。恒哥哥，你住手！恒哥哥，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是真的，我可以做出让步。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劝我爸，让他把朱婉婉安全放他离开。跟你在一起？对，和我在一起。你把我放开，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如果他想继续对峙，就得靠不断的痛觉来让他保持清醒。你愿意看到他这样吗？不，不可以。而且他如果再这样压抑下去，我可不敢保证他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不可逆的伤害。不，我不能看着他消耗自己的身体。金恒，你就答应他吧。婉婉，你确定？
我确定。婉婉她对我果然还是没有感情的吗？我跟其他人在一起，她是真的不在意的。既然这样，那就先保证她的安全吧。好，我可以松开宋雅玲的绳子，但是你们要答应我，让徐秘书到你们那儿监督你们信守承诺。来吧，徐秘书，给你的老板打个招呼吧。陆总，我到了。陆金恒，现在轮到你信守承诺了。恒哥哥，你该放开我了。恒哥哥，你怎么样？挂断视频。好，爸，那我先挂了。好，我就不耽误你和我女婿发展感情了。徐秘书，放松点儿，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好难过，好心痛。金河，你清醒之后会不会怪我？你会不会比我更痛苦？太太，你们担心，陆总说过，陆太太只能是你。什么？你小子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这个场合，这个时候，你还敢在老子面前不客气，说这种话？这就叫不客气了吗？宋总，不客气的还在后面。你什么意思啊？恒哥哥，你这是干什么？陆金恒，你出尔反尔！你就是个小小的秘书，为什么？你们真的以为陆总就随随便便叫我过来吗？好你个陆金恒，竟藏着这一手！小姐，我你送吧。徐秘书，金恒那边情况很不好，快去救他。好的，太太，咱们现在过去。哼，徐秘书，你以为放倒了我们，你就能离开这儿？我告诉你，这屋外布满了我们宋家的人，就算你有些身手，一个人恐怕也打不出去吧？哦，真的吗？我怎么不相信？外面解决怎么样？放心吧，老大，直接大摇大摆走出来，外面已经清理干净了。金恒，陆总，金恒，你没事吧？祝婉婉，为什么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宋雅玲，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进你们的圈套，你们宋家一定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金恒，我们走。祝婉婉，又是你，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我恨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医生已经在楼上等着了，我扶你上去检查。婉婉，先别走，我有话想跟你说。6年前飞机上的事，不是意外，是我真心被你所吸引。我有重度洁癖，从小到大，任何人的触碰都会让我觉得恶心反胃。可那天我抱着你，却觉得很安心。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苏雅莲毁掉了你所有的资料，我派无数人找了你6年。我以为你消失了，以为那天一切都是幻觉，到最后在机场发现了你的背影。那天晚上，你又撞到了我才把外套丢了。我一直想努力地追寻你的身影，可到后来你却一直躲避我。我才知道你误会了。我以为我的触碰会让你难受，我以为你只是对我负责，对小陈负责。不是婉婉，对小陈是负责，对你是喜欢，是爱。从6年前第一眼看到你认真打扫的样子，到现在，你为了小陈奋不顾身。我对你的情绪从来没有变过。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和小陈。我们好好在一起，好吗？好。妈妈，小陈，你好了？医生叔叔说我完全好了。妈妈，这位是小陈，我是你的爸爸。爸爸，我以前在梦里见过你。陆总，我是来求情的。宋氏集团现在已经濒临破产，你就看在我们2家往日的情分上，放过宋氏吧。这玉坠哪儿来的？你是小翔？姐姐，姐姐，是我呀，我是祝翔，我是小翔啊。后来我被宋氏收养，才改了宋姓。什么？宋国祥居然是我的亲舅舅？你是小翔？姐姐，怎么会这样？姐姐，我找了你好久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几10年。妈！什么？你喊他妈？宋国祥，我真的没想到，我妈找了半辈子的亲弟弟，我的亲舅舅，居然是你！我姐姐是你妈妈，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外甥女儿，我的亲弟弟。我从大山里进去背出来的弟弟，他的女儿险险害了我的女儿啊！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都做了些什么？小翔，我记得你小时候乖巧、听话、聪明伶俐，我认为你长大一定会长成一个善良正义的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是差点毁了我女儿的人呐！我宁愿这辈子都找不到弟弟，也不愿意相信你长成现在的这种卑劣模样。你不是我弟弟，我不认你这个弟弟了。我的亲弟弟
做13的那天起就已经死了。报应，都是报应。如果我没有抢走女儿，宋氏集团也不会被打压到濒临破产，我的亲戚也不会遭受到那么多的苦难。到头来，我付出了一切，却没有得到亚玲的半分体谅。陆总，陆太太，对不起，我知错了。现在道歉，是不是也太迟了？宋董，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原谅我，无论我怎么做，也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徐秘书，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出来一下？可以。妈，你也别太难过。没事儿，婉婉，你和金恒的日子啊还长着呢。看着你们幸福啊，就是妈最大的慰藉。朱阿姨，宋国祥已经被警察带走了，临走前还签了一份协议，将宋氏剩余的资源全部股份赠予你和你的女儿作为赔罪。妈，您就收下吧。好在宋氏的技术还在，以后我会协助你们把公司先扶正。好，婉婉，这份赔偿妈就交给你了。妈，我们以后一定都会幸福的。一定会幸福的。